但是明年一季度毕竟呢是有个春节，春节的话交付量可能会减少，但我觉得不会减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满产能、满订单量嘛，所以明年一季度有可能就已经将要把这个亏损已经要抹平了，然后到明年二季度，大概率明年二季度啊就应该是要转正了，就是这个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就已经算是预期彻底的反转了啊。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柯洁城啊。今天下午刚刚小鹏汽车呢是发布了它的第三季度的财报，我们抓紧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小鹏汽车的这个盘前可以看到，明显的资本市场是非常满意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营收，营收的话，它现在是到了这个101亿啊，它很关键的一个点在于它这个毛利，对，毛利已经到了15个点。我们去看一下它现在的这个研发费用，还有这个 SG&A，就是销售一般行政性开支嘛。我们去看一下，差不多呢是在30个亿左右啊。可以看到就是32个亿，这里32个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季度。我们可能是差不多它在亏10来个亿，但是到下一个季度啊，下一个季度，因为它下一个季度我看它的给的预期很好，Outlook 这里，它的下个季度预期呢是在153个亿到162个亿之间，我们就简单算一下嘛，就是如果是又保持这个15个点的毛利啊，这样来算的话，那接下去就是23个亿到24个亿，那你再减去这里差不多的，减去刚才我们说的这里32个亿嘛啊，实际上接近下个季度估计这个亏损额啊，可能就只有个位数的亿了。对吧？就是这个四季度可能只有个位数的这个亏损额度，然后再算一下，可能到明年一季度，但是明年一季度毕竟呢是有个春节，春节的话交付量可能会减少，但我觉得不会减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满产能、满订单量嘛，所以明年一季度有可能就已经将要把这个亏损已经要抹平了，然后到明年二季度。大概率明年二季度啊就应该是要转正了，就是这个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就已经算是预期彻底的反转了啊。这个点呢，我希望也跟大家说一下。以前我做那个财报分析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就每个公司实际上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嘛，就是在每一个自己的不同的阶段要注重不同的东西。如果说是像初创公司，我们一开始啊，它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这个模式给验证出来。第二步我们才去看它的毛利，第三步才去看它的营收。现在小鹏明显是把它的这个模式已经走出来了，它这个智能化平权，能看到这个 Mona，然后碰到这个 P7加，明显把这个价格和量都走上来了。第二步，这个毛利它也被人控制住了。我们来看一下毛利，像这个季度是15个点，对吧？你看看它去年同期毛利是-2.7，对吧？去年还是卖一辆亏一辆，这今年直接就转到15个点了，一年的时间。现在到了第三阶段，看它这个营收，营收实际上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看什么？就是看它有多少个门店数，门店数就直接事关你是铺了多少渠道，铺了多少的点，对吧？然后我看到现在这个门店数呢，就是在有639间门店，就是截止9月30号。这个数字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不是常常去看那个孙少军销售战报嘛，他都是说每家门店差不多平均多少个，那我们就记住，现在就算640间，对吧？这样以后就你如果说一辆车有一个门店，它平均有10辆的话，那就算有6400辆这个订单量，对吧？这就非常好算了啊。我们现在特别要关注，就是它这个营收怎么把这个在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的推出的前提下，再把这个营收给做起来。所以说今天的财报会有几个问题啊，就是何总他必须要回答的。第一个就是交付问题，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点嘛，因为今天是冬令时了，11月份开始美国是冬令时，所以说他那个财报会呢是9点开始，然后会比之前是8点开始，会晚1个小时。所以他到时候呢，我会今天视频肯定会发晚一点啊。然后第一个就是交付问题，你这个交付何总必须要问清楚，能不能如期把 Mona M03还有一个 P7加完美的交付出来。还有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渠道问题，渠道问题的话必须要明确，我们这个第四季度还有明年，因为下一个财报它已经是25年了，必须要明确明年的这个渠道铺设的怎么样，能不能铺出更多的渠道？因为现在小鹏它是走经济化嘛，之前它是走这个代理加这个直营，它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渠道的情况？第三个很重要，产品规划，明年是小鹏的产品大年，下一个就是 Q4的财报是明年
是明年的时候才发了嘛，就到时候已经有些型谱已经要展现了，所以我必须要说清楚，明年究竟哪些车型究竟是什么一个弄法，是 G7 呢，还是什么 P7i 的改款呢，还是各种各样的车型。第四个就是这个毛利问题，毛利问题还能不能再往上提？我们都知道这个小鹏它的产品的定位是20万以下的，如果说我们去强求它什么要到20个点、30个点，这个是不指望的，对不对？起售价这么低的情况下，能不能把这毛利也拉起来？这点事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 OK， 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小鹏的特点啊，实际上它是面向年轻人的。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上，如果这个产品它设计出来面向年轻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非常讨巧的事儿，因为现在有钱的呢是经历了这个改革开放，还有经历了这个房地产起飞的这一批中年人，可能在50几岁左右，所以我们能看到像对应的这个品牌，它可以把这个红利吃得盆满钵满。但小鹏它赚的不是这一波人，它呢想赚的是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这里我没有说这个设计的好与坏，什么老派新派啊，我只是说它是对应不同的人群设计的啊。所以小鹏想赚钱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就是想跟大家去做朋友，跟年轻人做朋友，他不是现在想赚你的钱。当然以后可能会等这部年轻人起来之后，肯定是想赚这部年轻人钱。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对小鹏呢有一个宽容度啊，就是这部分人，就现在这批年轻人，他钱不多，但不代表今后他钱不多，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不要看现在交付量高了，像我们明显看到，他说他下个季 Q4 的指引嘛，就是到这个8万7到9万1嘛，像10月份他交付了2万出头，对吧？那你接下去每一个月11月和12月都要交付3万辆，对吧？你不要看现在好像说已经发力了，实际上它真正的还没有到发力期，你还要再过几年，可能5年6年，到这一波年轻人更加有钱之后，可以再继续发力，非常恐怖到时候。还有一个就是降本增效啊，的确是代表了它的确是成功控制好了。现在能看到明显把小鹏把成本给降下来了，全域高压、智能化、平权、芯片，还有中央超算，都可以把这些不必要的这些线数都大幅度的给减下来。现在小鹏它的更新特别快，它的天玑系统。所以说这个小鹏呢一直是在强调 AI 公司啊，就是实际上现在已经可以明显看到 AI 的作用了，尤其是配合这个端到端之后，可以减少大量的这个软件工程师去写代码。现在以前是 raw base 嘛，所以说这完全现在是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了。这个 AI 化有个条件，就是明显它是要一个数据，一个量很大，第二个要很真实，第三个它能把这个噪点和噪音都给筛掉，对吧？所以说现在小鹏它的量跑起来，它的数据很快就能翻转起来。AI 化，如果你给一个错误的数据放进去，它乱跑。它越跑越乱嘛，对吧？那 OK 啊，等下9点钟，现在是6点嘛，等会儿9点钟等财报结束，10点钟结束，我再继续分享一下小鹏总在财报上怎么样来回答这些问题，就我前面说的这个什么交付的问题啊、渠道的问题，还有后面产品规划的问题，还有个毛利的问题。OK， 那我们等会儿再回来。A few moments later。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22点38分啊，刚刚10来分钟前，小鹏的财报会呢已经结束了。这边我们抓紧把这个小鹏财报会上提到的问题，我差不多把它罗列到3个大部分，然后我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看一下，现在是开盘了，的确这个股价呢不是特别好，不过今天有个情况呢是大盘呢是有点崩，现在整体美股的大盘呢是在等明天美股的头牌就是英伟达的财报了，因为它毕竟要决定美股接下去的走向。那 OK， 我们先回到这个今天财报会的本身啊。第一个大块就是关于接下去成本和这个供应链的改变啊。成本呢就是我之前也提到了，就是接下去这个成本的问题必须得要解决，因为它现在一个是小鹏它的这几款车它的价格不高，然后它的毛利呢必须得要控制住，那毛利怎么来控制住呢？所以说呢，就是何小鹏谈到了，就是何小鹏希望能够进行整合这个 T21，他当时呢就是谈到了这个苹果，就类似苹果。我认为未来的降本还有很多类，比如说举例，能不能把一个车进行更大型的超级集成？那么超级集成可以使很多个零部件的很多部分能力合并。那么能否可以去学习苹果或者部分的厂商，能够去帮助 Tier 1，甚至和 Tier 1一起看到 Tier 2、Tier 3，他们的成本、质量、物流等系列的组合，这个里面实际上有大量的空间。
我给这里大家介绍一下，苹果目前在整个供应链环节中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它呢就属于是一个链头的位置。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叫做这本书，战略与路径啊，就是黄奇帆写的。它里面就是谈到像苹果呢，它自己呢是不搞这个零部件，也不搞这个中间品的制造，也不搞这个产品的总装，它只是抓住这个品牌的建设、设计的研发和下游的这个结算。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何小鹏他提到以苹果为例啊，就是他希望以后 T21 可以整合 T22 和 T23，他们之间这么多零部件之间，他们能不能今后就合并成一个供应商？对，合并成一个供应商。如果你们之前 T23 到 T22 再到 T21，这里有很多的成本、物料成本啊、运输成本啊，它全都是浪费掉的。他就说以后能不能整合到这个地方去？这里能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 Brandy 提到的，他们认为接下去 P7 加的毛利率改善会非常的好，然后他要把这个研发费用控制好，控制到不低于20个亿，不低于20个亿啊。未来有没有听到小鹏那边说，他说不超过20个亿，他们希望全年不超过65个亿，明年全年。所以说呢，就是明年有机会，他们自己认为就是在某一个节点会达到这个 break even， 就是盈亏平衡点。我之前就是前面提到的，我猜呢可能是明年2季度，因为1季度明年是春节嘛，春节交付量不能保证，像 Q4 它是预计到9万辆，那你明年可能1季度它也是9万辆，我觉得这比较一个合理。那可能明年2季度它可能能冲到12万辆，我猜啊，我感觉有这种希望，因为他们可以配合明年的改款，明年那个第1季度有个新款，就是那个 G7，我觉得这样子的话，那它这个营收呢能冲到200个亿。200个亿这样的话，它一个 break even 机会就来了。所以我说，就是小鹏的这个业绩，它已经拐点明确出现了，就是我们现在只要敲键盘就能知道，明年的确是有个季度肯定是能完成这个 break even。OK， 我们再来谈第二个大点，就是很多投行也问到关于智能化和智驾方面的啊，就是今天就是开门见山就有个投行就问了，说，哎，你们这个小鹏的智驾今后和别人的智驾有没有什么区别啊？比如说你几年后，现在看到大家智驾都在往前冲，对吧？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智驾，就是刚才小龚总也分享了，他如果时间维度稍稍拉长，想请教管理层，智驾在未来3到5年之后，这个差异化您觉得是会放大还是会缩小？因为我们也看到国内这个电车的龙头企业考虑全系的车型标配智驾。虽然头部企业短期的智驾能力是大幅领先，但一旦智驾达到一定程度的规模化以及普及化，那竞争是否又会回归到这个比拼极致的性价比？那何小鹏他就回答了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现在智驾要有算力，要有这个数据，所以它真的是有门槛的，不是说你们想成为一个具有智驾公司能力的公司啊，就不是这么简单的。第二个呢，就是全球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同，小鹏呢，他说希望通过 AI 的能力，在全球各个地方去组建自己的这个智驾能力。所以他这里就是说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认为就是今后宣传的可用和真实的好用啊，可能这个差距会有100倍到1万倍的差距。我们认为自动驾驶是等于是汽车的小脑，我们认为在小脑的领域里面会出现宣传的可用跟真实的好用，可能会有100倍到数万倍的差距。他这个说到1万倍，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但的确就可以说明，你通过这个 AI， 通过这个大量的数据、海量的数据进行仿真训练模拟，这个效果可能会真的很大，就是告别过去传统的 lower base， 就我前面说的，就是你有端到端，你有告别传统 lower base， 你会越算越好，效果会越来越好。第三个，他说到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以后自动驾驶它不单单就是提供一个驾驶的功能，它可能还有更多它的说法就汽车的一整套逻辑。所以我认为呢，就是它打开了一个想象空间。像我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讲我认为对于换电真正有挑战的是自动驾驶的进步、技术的突破。为什么呢？换电实际上正是因为它能永远无限的提高它这个电池的利用率，因为这个电池可以放在换电站里，可以不停的这个削峰填谷啊、调峰调频，可以赚钱，对吧？如果有这个具备自动驾驶车子的能力啊，它也能把这个车子在空闲的时候把它拉去什么 V2G 的桩，那你电网有需求，它可以实时进行响应，的确就是能提高这个车子的各种利用率。否则你这个车子就是把人从 A 点运到 B 点，实际上它的功能性非常的单一。所以说他就认为这今后它的这个智驾能力它有更加巨大的这个差异化，对，更加巨大的差异化。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海外智能化的问题有投行在问，海外市场和中国市场他们之间对于智能化需求不一样，那你们如何解决呢？何小鹏认为就是的确就是承认现状，中国偏年轻，欧洲呢就是偏中年以上，的确呢它就是对于智能化和智驾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它就是回归本质它就是把这个智能化的座舱超高速的这个充电还有智能化的售后和运营，他希望把这方面做好。那具体怎么样呢？就先把这东西都安在硬件上，就是把它摆在车上，然后能不能通过各个地区不同的智能化需求，然后进行一个选配，这样使得他们的智能化更加具有差异性，就是因地制宜嘛。所以这也就是衍生到接下去要去说的就是关于这个海外的问题。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海外它是必须得要抓起来，现在已经占到15%的销售额度了。你们就看一下，如果说明年小鹏还能再继续往外面冲，因为外面的市场真的是非常大。中国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战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就是供给绝对是大于需求的。那能不能把这个海外市场充分利用起来？他现在小鹏说到他在挪威已经是成为销量冠军，就是 G9 嘛。那么问题就在这里。那以后这个产能能不能保证呢？所以我这里引发到了它第3个方面，产能和这个销售问题。现在目前就是2个工厂，一个是肇庆，一个广州工厂。它目前管理层是说呢，差不多都是在20万到30万这个产能。实际上你2个工厂加起来就40万到60万的产能，实际上就是等于你1个月的确是可以交出差不多4万辆，就是到这个头了，就是明年小鹏的上限就在4万辆左右了。那说明白就是能不能配合前面我说的它的车型，不管明年是多少款车型，然后加上它的销量，它加上它的产能，必须得3者得要做到一个完美的配合，否则你这个势能才能慢慢继续累积，对不对？那我们这里就引申到就是下面说就是关于明年的这个新车型反正目前小鹏是说有4个新款，然后3个改款，就一共7款车，差不多就是2个月发一款车。实际上小鹏明年的产品发布真的是很紧张。目前我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弄未来我们知道的明年是有一个萤火虫，然后一个乐道 L80， 至于未来主品牌 ET9 还有接下去的 NT 2.5 的车型，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发，现在还不好说。但小鹏这边真的是很紧张了。我们稍微来罗列一下，知道的一款呢就是 G7， 对不对？还有一款增程就是明年年底 Q4 发的，这款呢是既纯电，它又是可以增程。还有一款应该是 Mona 的 SUV， 就是现在这 Mona M03 的 SUV。然后还有一款现在不了解，有可能是一款非常大的轿车就是那个代号为 E29 的。具体真的是不知道，就是这么猜的，就是一个轿车，一个 G7， 一个增程，一款 Mona 的 SUV， 这应该还是不包括那个小鹏汇天的，这应该就是小鹏自己。然后改款呢，就是 G6 的改款势在必行了，2年了。然后 P7i 的改款就是顶替现在 P7， 一个 P7 加一个 P7i 它变成一个双子星的战略嘛。然后 X9 或者这个 G9 的改款有可能，如果 X9 的话就是元旦发的，那到明年25年年底改款有一定的概率。G9 的改款呢是23年的9月份，就是去年的9月份发的，到明年2年的时间也是有概率，不好说。那反正就是可以看到小鹏的产品明年非常的紧凑，非常的紧张，它产能不知道能不能搞定那我希望它能搞定。但我现在可以看到像 P7 加还有像这个Mona 已经明显看到他们产能真的做的挺不错的。那我们明年就可预见到有几款非常好的爆销量的，一个呢就是这个 P7 加，对吧？像现在 G6 的改款应该也会爆，然后那个 G7 呢稍微大一点，就是尺寸比现在 G6 大一点，感觉也是20万出头，没大问题，因为它 G6 改款今后会到15万、16万这个样子。这里就3款车了，然后 Mona 的 SUV， 这里有5款这个当家车型感觉非常可期真的是非常可期。那么还有点其他的问题，就是投行问到的，关于明年的置换补贴的问题那小鹏管理层认为，不管有没有置换补贴，明年没有的话，那小鹏 Mona M03 和 P7 加的竞争力很强，而且是不可代替性也是非常强的，所以不用担心。但是他们认为呢，就是继续保着这个继续促进消费，继续以旧换新，以置换的补贴
以置换的这个补贴来促进消费还是非常有可能的，有政府关于这方面的政策。当然他们说具体肯定是没法确定的，那还是回归本体，就是不论有没有这个置换补贴的政策，他们的产品力在同价位阶段还有接下去发的产品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像我今天也看到，像我们余杭区也已经发了这个消费置换补贴，那就是手机 Pad 消费类，那我觉得明年汽车继续发也很正常，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台积电芯片的问题，也有投行问到了，那小鹏非常明确，没有影响。所以懂了吧？现在这个芯片究竟谁搞的，已经说不出来，就是各方面都是三缄其口的。反正我听说蔚来那边呢是三星搞的，没有人证实这个事儿啊。只能说现在这个芯片问题已经不再是头等的问题，而且车规级芯片没有像手机芯片那么的吃紧，手机芯片真的很吃紧，但车规级没有那么吃紧。所以肯定有别的方法，可能力大飞砖的方法可以搞定。现在最后再总结一下，现在小鹏明显是到拐点的明确期了，而且这个 break even 的点，盈亏平衡点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啊。我们回头去看一下，像理想的盈亏平衡点什么时候来了？它是在去年的 Q1 财报，就是去年5月10号盈亏平衡之前呢是都有点亏损的，但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它就已经是明确能知道它的盈亏平衡点已经快要来了。你去看一下，它这里写的啊，就是营业收入在93个亿，这一次小鹏不是90个亿嘛，对吧？100个亿嘛，对吧？这我突然间刚才我前面漏掉说了，就是关于这一次小鹏它的这个整车的这个营收啊，在88个亿，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到眼里啊。它的其他收入，大家看到没？13个亿，然后其他收入对应的其他成本只有5个亿，5个亿可以赚取8个亿的利润。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软件带来的这个对于营业利润的增长，这一块非常的夸张。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软件服务业估值特别好的一个原因，它是一本万利的。OK， 我们继续回头说啊，像理想呢，就是明显的看到哗啦啦就开始往上走，走到这边为止。走到那个 mega 崩掉为止，走到这个地方。所以小鹏呢，我们现在看到啊，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了。你在这里再搞一下，那你可能明年2季度真的就到了，彻底的拐点就到来了。而且小鹏完全是走纯电，对不对？纯电和其他能源形式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纯电它走得更加辛苦，你需要更多的这个零部件，更多的智能化的硬件去支持。就像今天何小鹏说的，他认为就今后的这个豪华，它不是配置豪华，而是科技豪华。我欣喜的看到啊，在整个全系标配高阶自驾是用户选择 P7 加的核心原因。要知道，过去的豪华我们都认为是配置上的豪华，我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车是走向了科技豪华，而这也正是小鹏汽车正在努力的方向。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对，只有科技豪华才让我觉得你是非常的酷。所以这也就是我之前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小鹏它实际上就是迎合年轻人，它是让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当然现在年轻人没有那么多的收入，没有那么多的钱，但不代表这批年轻人今后没有那么多的钱。而对应的，我认为像华为系啊，它呢就是在赚这一部分中年人以上偏好的这部分人的钱。这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啊，但是对于这个品牌的形象来说，它的确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这种情况。那 OK 啊，那反正非常恭喜小鹏这些非常好的财报。明天未来的财报也来了，我当然希望未来财报也会很好。实际上未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信心。明天投资者应该会问很多关于未来，也是同样的，就是接下去明年的产品的型谱究竟哪些车型，对吧？现在非常的模糊，明天斌哥必须得说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产能的问题，明天斌哥必须得要解答，必须要给出更加明确的乐道 L60、乐道 L80， 我认为这就是你不能回避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明年关于这个 break even 的问题，你这小鹏的 break even 点已经出现了，那你未来呢？未来之前说好的是24年的年底要 break even。你现在这个 SNG 还有 R&D 这加起来每个季度有50几个亿啊，要接近60个亿。如果我们去按照这个毛利，我是昨天算了算，就是按照这个毛利，如果15个点去算的话，目前的未来它的营收要到450个亿一个季度，到500个亿一个季度，才有可能到达 break even 点。所以现在我们去看的就是差不多要对应的销量要到每个季度要15万，就现在理想这个水平。所以说要等到明年 F3 工厂啊
所以大家心理准备要做好。OK， 那反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